真正的通灵者。克莱恩默念着这个描述，没有再开口，跟随邓恩·史密斯走下了马车。韦尔奇在停根的住所是一幢有花园的独栋房屋，镂空的铁门外是能让4辆马车同时行驶的道路，道路两侧每隔50米就有一个路灯，它们与克莱恩上辈子见过的不同，属于煤气灯，柱子高度略等于成年男子，方便点火照明。黑色的金属紧贴着玻璃围出了栅格，铸造出一盏盏提灯式的古典艺术品，冰冷与温暖共舞，阴影和光明同在。踩着昏黄覆盖的道路，克莱恩和邓恩·史密斯通过半掩的铁门进入了韦尔奇租住的地方。正对大门的是可供2辆马车行驶的通路，铺着水泥，直通2层房屋。它的左边是花园，右侧是草坪，淡淡的花香和清爽的味道交织成一体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甫一踏入，克莱恩突然汗毛耸立，左顾右盼。他感觉在花园里，在草坪阴影中，在房屋顶层，在秋千背后，在一个个昏暗的角落，有一双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。明明这里空旷无人，克莱恩却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街道。这诡异的对比，这古怪的感受，让他身体绷紧，有寒气从尾椎往上。有问题。他忍不住开口提醒邓恩。邓恩表情不变地走在侧方，平淡地回答道：不用在意。见职业者都这么说了，克莱恩忍着那种被跟踪、被窥探、被打量却发现不了目标的毛骨悚然感，一步步来到了独栋房屋正门。这样待久了，我会神经质的。邓恩伸手敲门时，克莱恩又快速回头打量了一眼。花朵随风晃荡，没有人影。进来吧，绅士们。一道略显空灵的嗓音从屋内传出。邓恩扭动把手，推门而入，对坐在沙发上的女子道：戴丽，有结果了吗？客厅吊灯没有被点亮，一组2副格局的皮质沙发环绕着大理石制成的茶几，茶几之上燃着一根蜡烛，可灯焰却泛出艳蓝，将半开放式布局的客厅、餐厅和厨房都蒙上了一层摇曳诡异的色彩。长沙发正中坐有一位女士，她穿着戴兜帽的黑袍，涂抹着蓝色的眼影和腮红，露在外面的手腕处缠绕着挂有白水晶吊坠的银链。看到她的第一眼，克莱恩就有种莫名的感受，打扮得像个真正的通灵者。这是在扮演自己？有着妖异美感的通灵者戴利用闪烁碧绿的眼眸扫过克莱恩，望向邓恩·史密斯道：原本的灵都消失了，包括韦尔奇和纳亚的。现在在这里的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知道。灵？通灵者？刚才那些看不到的打量者就是灵？竟然有这么多的灵！克莱恩取下帽子放于胸前，微微鞠躬道：晚上好，女士。邓恩·史密斯则叹了口气道：还真是棘手啊。戴丽，这是克莱恩·莫雷蒂，你试试能从他这里发现点什么。通灵者戴利的视线顿时转到了克莱恩身上，他指着复位的单人沙发道：请坐。谢谢。克莱恩点了点头，几步过去，老实坐下，一颗心不自觉提了起来。是生是死，是顺利度过，还是秘密暴露，就看接下来的发展了。而最让自己无力的是，本身缺乏可以依仗的东西，只能寄希望于特殊，这真是非常不好的感受。克莱恩苦涩想到。随着邓恩坐到他对面的双人沙发上，通灵者戴利从腰间的暗袋里取出了2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瓶，
他碧绿的眼眸微笑看着克莱恩道：我需要一点辅助，毕竟你不是敌人，不能那么直接的、粗暴的对待，那会让你不太舒服，感觉疼痛，甚至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我会给你一些香味，给你足够的温柔和润滑，让你一点点放开自己，真正沉浸入那种感受。这话怎么听着不太对啊？克莱恩一阵啧舌，眸有惊讶。对面的邓恩笑了笑道：不要奇怪，和风暴之主教会的那帮家伙不同，在我们这里，女士也是可以口头调戏男性的。关于这点，你应该能够理解。你母亲是女神虔诚的信徒，你和你哥哥也读过教会的周日学校。我明白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克莱恩比着手势，没找到合适的形容词，差点脱口而出老司机的对应翻译。邓恩嘴角上翘道：放心，戴笠其实很少这么做，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平静和放松下来。他喜欢尸体更胜过男人。你说的我像是个变态。戴笠微笑插嘴道。他打开其中一个小瓶子，往艳蓝色的竹叶里撒了几滴。夜香草、生棉花、洋甘菊混合蒸馏和萃取出来的纯露，我叫它安曼达，赫密斯语里宁静的意思，很好闻的。说话间，烛火摇晃了几下，那几滴纯露飞快蒸发，弥漫于房间。一股清幽迷人的香味钻入了克莱恩的鼻子，他的情绪不再紧绷，他的心灵迅速平和，仿佛在夜深人静时俯视着黑暗。这瓶叫做灵之眼，用龙纹树和白杨树的树皮叶子日晒7天，煎煮3次，浸泡于朗奇酒制成。当然中间会有几句咒文的配合。琥珀色的液体伴随着通灵者戴笠的描述，滴在了艳蓝的烛火上。克莱恩闻到了酒香，空灵飘忽的酒香。他看见烛火摇晃的厉害，看见戴笠蓝色的眼影和腮红闪烁着诡异的光泽，甚至出现了重影。他是通灵的好帮手，也是足够迷人的花精。随着戴笠的娓娓述说，克莱恩只觉得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。迷惑望向四周，克莱恩发现所有事物都在摇晃，都在模糊，像是笼罩了一层又一层的浓雾，连带着自己的身体都跟着摇晃，跟着模糊，跟着发飘，跟着失去了重量。红的更红，蓝的更蓝，黑的更黑，色彩混杂，如同印象派油画，迷离而梦幻。而周围细碎重叠的呢喃一阵阵传来，像是有数不清的无形之人在议论。这和我之前做转运仪式时的感觉类似啊，但没有那种让人疯狂、让人想要爆炸的味道。克莱恩看着这一切，疑惑想到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视线被一双晶莹如同绿宝石的眼眸吸引了。穿黑袍的戴笠坐在模糊的沙发上，目光诡异地集中于克莱恩的头顶，嗓音温柔地笑道：正式认识一下，我通灵者戴笠。我还是能冷静理智的思考啊，就像是转运仪式和聚会时一样。克莱恩心念一动，故意表现出浑浑噩噩的状态。你好。人的思维非常广阔，藏着很多隐秘。看，那片大海，我们自己能够了解的，只有露出海面的岛屿。但实际上，在海面之下，岛屿还有更大的部分。除了岛屿，
还有整片的大海，还有象征着灵界的无边无际的天空。你是身体的灵，你不仅知道露出于海面的岛屿，还知道岛屿藏在海下的部分，知道整片大海。凡存在，必留下痕迹。岛屿表层的记忆能够被抹去，但海面之下的部分和整片大海，肯定有着它残存的对应投射。戴笠一遍又一遍诱导着，周围模糊的风与影也变换着类似的形状，就像克莱恩的心灵大海完全展露在了这里，等待着他自己去寻找和发现。克莱恩平静看着，时不时翻腾大海，最终语气飘渺地回答：没有，我记不起来了，我忘记了。他恰到好处地展现出痛苦。戴笠又试着诱导了一次，但清醒的克莱恩没受影响。好了，到这里结束，回去吧。空灵的嗓音徘徊中，戴笠消失了，风和影开始平息，清幽的味道和淡淡的酒香重新明显，所有的颜色恢复了正常，模糊迷乱的感觉不再呈现。克莱恩身体颤动了一下，找回了重量。他睁开不知什么时候闭上的眼睛，发现面前还是那根灯火艳蓝的蜡烛，还是舒服靠坐的邓恩·史密斯，还是穿着戴兜帽黑袍的通灵者戴笠。你怎么用了心理炼金会那帮邪恶疯子的理论？邓恩微皱眉头，看向戴笠。戴笠边将这2个小瓶子收起，边平静回答：我觉得挺正确的，至少符合我所看见、所接触的一些事情。不等邓恩再次开口，他摊了下手道：是个棘手的家伙，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。听到这句话，旁边的克莱恩长长松了口气，故作懵懂地问道：事情结束了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我感觉自己睡了一觉，这就算过关了吧？还好有转运仪式的演习。就这么认为吧。邓恩打断了他的话语，看着通灵者戴笠道：检查过维尔奇和纳亚的尸体吗？尸体能告诉我们的比你想象的更多，可惜维尔奇和纳亚确实是自杀的，只能说影响他们的力量让人畏惧，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。戴笠站起身，将手伸向那根蜡烛。我要休息了。艳蓝光芒消失，房屋内瞬间被迷离的绯红涌入。恭喜你，你可以回家了，但是必须记住，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家人和朋友，必须保证。邓恩领着克莱恩一路走向大门。克莱恩诧异反问：不用检查诅咒或者恶灵的痕迹吗？戴笠说没有就是没有。邓恩简短回答。克莱恩放下心来，想到之前的担忧，忙又问道：我该怎么确认后面没有麻烦了？不用太担心。邓恩动了下嘴角道：根据统计，类似的情况下，80%的活着的当事人都没有遭遇到可怕的后续。虽然这个数据是我凭印象说的，但是大概也差不多。那还有20%的倒霉蛋。克莱恩可不敢拼脸。那你可以考虑加入我们，做文职人员。这样一来，有什么先兆，我们能及时的发现。
邓恩边靠近马车，边随口说道：“或者直接成为非凡者，毕竟我们不是你的保姆，不能整夜的看着你，守着你，连你和女人干什么都看着。我可以吗？”克莱恩顺着这句话就问道。当然，他几乎没抱什么希望，毕竟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加入职业者队伍，获得非凡之力？那可是非凡之力。邓恩顿住脚步，侧头看了他一眼。也不是不可以，看情况。啥？这个转折惊到了克莱恩，他在马车旁边愣了片刻，才道：“真的啊？开什么玩笑？这么轻松就能成为非凡者？”邓恩轻笑了一声，灰色眼眸被马车阴影所遮掩。不相信吗？其实成为职业者，你会失去很多，比如自由。就算先不提这个，还有别的问题。第一，你不是立功的神职人员，或者是虔诚的信徒，所以没法挑挑拣拣，没法选最安全的途径。这第二嘛，邓恩抓住扶手，登上马车道：“我们、待法者、鸡血之心，以及其他类似的审判机关，每年处理的事件里，有1/4是非凡者的失控。1/4，非凡者失控。”克莱恩一下怔住。这个时候，邓恩半转身体，回眸幽深，嘴角不带笑意地动了动道：“而这1/4里面，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队友。”